纯白都能出新的调色大师爱马仕，不愧是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那今年春夏出了一个全新的纯白色，那正好小马呢前几天也拿到了一支，那今天就干脆集齐了我所有目前有的白色，给大家来一个全面的对比。那顺便呢也来聊一聊白色包包目前大概的一个市场价值。哇，这么多的白色在一起，那乍一看呢还真是白的各有千秋。那我们先来看新白、纯白还有蘑菇白。那新白和蘑菇白呢都是爱马仕最近2年才推出的新色，特别是这个小马手中的这个新白色，今年春夏刚刚推出，那很多宝宝应该都处在一个比较关注的状态。单独看它的话呢，很容易误认为是纯白色。那其实呢，它跟纯白色对比呢，颜色呢会更加的冷。那放在显色度特别好的 Abacala 皮上，再加上令底这种软塌塌的包型，有种清冷又随性的感觉。那蘑菇白呢，2022年刚出来的时候呢，也经常被拿出来跟纯白做比较，但是呢，和纯白比起来的话呢，还是能看出来蘑菇白隐隐约约会透出一些稍微有一点点的绿调，那多了一点呼吸感吧，显得没有那么的死板。而纯白就更加厚重，颜色呢更浓郁一些。那这3个颜色呢，如果都放在一起看的话呢，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。那以纯白色为标准，那新白色偏冷，然后蘑菇白呢就会偏绿一点。那可惜小马现在手边没有蘑菇白的实物，那下次有机会的话呢，再给大家做一次对比。那接下来呢是一组暖色调的白色，那一个呢就是香草色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奶油白。那还有一个小马现在手边没有，就是经常能在鸵鸟皮上看到的羊毛白色。那小马的这只香草色的鳄鱼皮呢，大家印象里鳄鱼皮应该是那种气场全开，非常大女主的感觉。但是呢，香草色加上这个雾面的鳄鱼皮，整个呢就让鳄鱼皮的气质180度大转弯，变成了一种很温柔的感觉。然后呢，这只奶油白色的 In and Out 印花加奶油白的搭配，给 K 丽的优雅中又增加了一丝的活泼，然后配淑女一点的那种小裙子呀，或者是休闲一点的穿搭，应该都是非常好看的。那把它们俩放在一起，那从镜头里呢，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香草色呢暗一些，然后更偏黄一点，和它的名字是一样的，给人的感觉呢就像香草味的冰淇淋。而奶油白的明度更高，是那种乳白色，没有香草色那么黄。那给我的感觉呢，像咖啡上的那层奶泡。那比起香草的甜美温柔，奶油呢更轻盈一些。最后呢是一组冷色调的对比。那严格意义上来讲呢，冷色调的白色系应该就是奶昔白和冰川白，但是呢，新出的冰晶灰和人气度一直都不错的珍珠灰这2个颜色，其实也是非常接近白色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小马就来给大家一起做一下对比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小马手中的这个奶昔白和冰川白这2个白色吧。它们2个都是属于明度比较低的白色，都有种罩了一层薄纱的朦胧的感觉。那相比之下呢，奶昔白的明度比冰川白呢会高一些，所以看上去呢会亮一些。色调上呢也是奶昔白会稍微偏黄一点，那冰川白呢仔细看呢就会感觉有一点点发绿。但是如果拿冰川白和冰晶灰还有珍珠灰对比的话，那冰晶灰呢明显是更绿的，然后冰川白呢反而就是显得有一点点暖了。那说到这里呢，感觉很多宝宝可能都已经绕晕了哈。那没有关系，小马给大家整理了一个图，简单明了，一眼就能看出各种白色的区别。那有需要的宝宝可以截图。太暖心了。那很多宝宝在买白色或者是其他浅色包包的时候呢，都会有一点点迟疑。那主要呢就是怕它不耐脏。那虽然说呢和深色比起来，浅色的确脏了会更加的明显，但其实呢它们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娇贵。
那大部分的情况下呢，正常使用就 OK 了就好了。那有的时候穿深色的衣服或者是牛仔裤的时候呢，需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不要长时间的就是跟它进行摩擦。但如果真的不小心弄脏了，我们又没有办法立刻拿去专柜保养的情况下，那小马就分享几个急救的方法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就是小红书上非常流行的护手霜大法。那先挤一些护手霜在干布上，那记得不要挤特别多，然后在脏的地方呢就这样打圈圈。那一般来说呢，污渍呢就会附着在护手霜的油分上，被干布带下来，那包包呢就能变干净了。但是呢，小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，白色包包如果经常用涂了护手霜的手去拎的话呢，手柄就很会容易变色。那么同样，如果我们用护手霜这么急救过以后，那不拿干布把表面擦干净，护手霜残留在包包表面的话呢，时间久了也是会有一点发黄的。所以呢，重点来了，我们自己在家急救包包，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定要把包包的表面擦干，那确保没有多余的油分的残留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小马之前分享过的，就是用这种无酒精的湿纸巾。那像我们比较常见的偷垢皮呀，或者是腋皮呀，就能用湿纸巾来急救。当然呢，这个方法最好不要用在特别怕水的皮质上。那比如说我们吃了火锅，溅了油点子上去，直接拿干布是擦不干净的，那么就用这种湿纸巾快速的擦一下，然后再用干布把水分吸干。不过如果是大面积的比较严重的污渍，那建议宝宝们还是及时送去专柜是比较稳妥的。那之前一直说白色和金刚色价格是差不多的嘛，那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在这么多白色里边，它们的市场价值差的还是挺多的。那奶昔白和奶油白作为白色的天花板，放在人气的包款上，价格甚至比金刚色还要高。那像蘑菇白和新白色作为新色，那目前呢还处在比较被关注的状态当中，所以市场价呢也是偏高的。但是相对来说呢，和之前的这几个白色相比，在市场上的人气度就没有那么特别的高了，那市场价值呢也会稍微低一点点。那其实对于新白来讲，小马还是比较持保守的态度。那新白和旧版的纯白色虽然说是有区别的，但是相似度还是比较高的，没有必要两个都入。那现在呢，因为它是新色，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，价格呢也是比较高的。但过一段时间，市场可能会相对冷静了。那要说我个人最喜欢的白色呢，应该还是奶昔白。因为我觉得就是纯白色有点过于白，我就是用起来心里会很紧张。然后奶昔白对于我来讲呢，颜色就比较温和，比较百搭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能对想入白色包包的宝宝们有一点点帮助。那你们最喜欢哪种白色呢？欢迎留言告诉小马。想看更多爱马仕相关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哦。我们下期见。